万海的案子我办错了，王宇是我逼的，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，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，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，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，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，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，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，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？啊，好事全都要，碰见事就跑，你是人吗你？还有，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。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，这件事情没问题。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，我就找他去退钱，去补差价。可是，晚了，你不让退了。不但不让退，陈胜龙还威胁刘云。这种情况我怎么办？我敢说吗？我不敢，我害怕，我害怕刘云说不清楚。那是我老婆，红亮，那是我老婆呀。怎么办？我还是去找王宇，我吓唬他，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，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，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，他是被围猎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。我错了，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，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小敏啊，爸，明天要走了。嗯。那洪亮这个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既然他要查下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北京不去了？北京肯定要去的，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。爸，这么多年了，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。他虽然表面上看着嘻嘻哈哈的，但一查起案子来啊，就是重。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。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？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，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，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。小敏啊，你坐下。东平这个案子不简单，还牵涉到萧远。爸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
底什么情况？你没事吧？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？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？万海案、乔振兴案还有矿难，都跟王玉有关联。那个子健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。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，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。怎么办？明天一上班，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。说话呀！先你冷静点儿，不至于。我现在很冷静。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？他查出来之后，一定能查出王玉，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，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。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跟那吃，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？幼稚！你还是做律师的，真他娘的幼稚！老谢，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？真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？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，又不是他。所以啊，到底是谁要告万海？是王玉。如果出了问题，也是找他，查不到你，查不到我的。再说了，老谢，案子查到现在，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？嗯？行吧，行吧，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。陈总，程律师啊，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。案子既然判了，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。这些呢，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。哦，这卡上的钱我1分都没动。老不相信你这是干嘛？等我说完话。这是，咱们还都是朋友，好聚好散啊。以后呢，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。从今儿开始，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。老谢，哎，哪有说的理退回来的？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程子健，你拿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，咱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得拿着。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，我这有苦劳，我你自己也得为老娘吧。你少提我老娘！我告诉你，不许你收。老谢，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，你得改呀。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对不对？蹲着干啥呀？吃饭。到了，这儿，你看，
智能密码锁。哎，怎么样？全屋智能啊！哎，客厅一会儿看啊，咱看看主卧，先看主卧。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，你看采光多好呀，一点都不挡。这房子呢，它确实太大太好了。再说了，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，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。没花钱，在东平，除了你们，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。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。啊，这要是咱周末下午，这个喝个下午茶，这阳光一照，多舒服呀！哎，你觉得哪还需要换？你跟我说说，我都记下来，一块儿给他换了。领导给个指示呗。把这房子退了吧。啥？我说把这房子退了。为什么呀？也没为什么，你退了就行了。你让我退，你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，凭什么我退的呀？你觉得是捡漏？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？你想多了吧？这房子我不买，别人也会买。我问你啊，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？没有啊。要说有事儿，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，我这3年我们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，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为我想过没有啊？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，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，谁帮谁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。我被谁利用啊？陈胜龙吗？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？柳月，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，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，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，你明白吗？我都职务犯罪了？我就买套房我就职务犯罪了？我又不是没给钱。李姐，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？你是来审我的吧？这是家，是房子，不是你的工作席。你为啥一直不跟我说呀？你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？之前不愿意，现在揭开了。知道吗？我这全身上下感觉全松快了，还想明白了好多的事儿。咱俩的伤疤不一样，你解开了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我呢？我爸能活吗？你到底想跟我说啥？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。
还有就是，想在心里跟你道个别。啥意思？你要干嘛？不干嘛，想跟你说句话，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我是个怂人啊，怂到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见过你笑，一次都没有。现在我理解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叔叔阿姨在天有灵，他们也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。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娟儿，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。走了。李仁俊，咱民主一点，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？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他万一就是了呢？这后果责任你负吗？啊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你给我讲后果？哎，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？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。哎，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，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？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？还有，蓝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3个人，为什么？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？枪案必破，从快从重，明白吗？现代司法最讲究的是证据，证据这有啊？怎么没有？什么证据？谁说没有？没有，这没有必要。整个楼道都成了你们3人吵吵，不像话！这是检察院，又不是菜市场。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，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们呐，心里头有点数，啊，大局为重。哎，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投票，好吧？洪亮，领导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，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，我非常自责呀。前2天这跟您说话太唐突了，实在是口出不逊，放飞。说正事儿。有个朋友，他呢就说想这个
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，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。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，就是孙向军专委。最近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。他就说呢，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，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？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？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，现在收尾当中，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，咨询一下。写论文呢？办错了案子，终身追责呀。规定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是他呢，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10几年前。10几年前没这规定，按说不适用。但是现实中很难说，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。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，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？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，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。当然了，还得看错的特征，也分错的性质、动因、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，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。洪亮，哎，在。告诉你那个朋友，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，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。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，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，该汇报的就要汇报，该推翻的就要推翻。司法的公平正义，永远是第一位。记住了，洪亮，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，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的如何？非常充实，收获颇丰。行，挂了吧。领导再见。就拿您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无论您胖成什么样子，您的母亲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你来。审判长，公诉人想结合人脸重建的结果问被告人几个问题。可以。被告人，屏幕上这5张脸，你们认得出来吗？认识。张崇轩，公诉人再问你一次，这5个人是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张崇轩，你在法庭上的表现，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判决结果。张崇轩，回答公诉人的问题。活埋了，全都活埋了。埋在哪里？鸡冠山，就你们发现尸体的地方。你等会儿啊！咱们这么挖，再把前面那4个挖出来。你不是，是不是这棵树啊？我的角度看得非常清楚。之前那4个就在这儿，正好凑一桌麻将嘛。那这个呢？你多出来一个，你管他，那谁愿意上谁上呗。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胡方觉。之前为什么说扔在江里？就想让你们找不到尸体啊。铁笼子是怎么回事？为了误导你们，所以故意扔江里。在胡方全那里，我们发现了10个笼子，从江里面我们打捞上1个笼子，那么其他4个呢？根本没那4个，就买了11个。单据上为什么是15个？无意的。这些都是谁的主意？
那个审判长、检察官，也给我一个机会呗。我想说，你说，就是这些，所有这些，全都是胡方全设计的。他就在这儿，我不怕。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一旦要是被抓了，我们应该怎么说才能没事儿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们居然能够找到尸体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胡方全、张崇轩、金朝国从事高利放贷活动，先后杀害5名无法偿还高额利息的被害人，其行为均触犯我国刑法第232条、第25条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本院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胡方全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被告人张崇轩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被告人金朝国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任律，胡方全被判了死刑。坐。杀死你哥哥的凶手被绳之以法了，现在心里好受点了吧？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会上诉？有可能。怎么会呢？不是已经证据确凿了吗？别担心，我也只是猜测罢了。对了，这个是九泰集团接下来要用的案子和资料，我都整理好了，你看看。对了，那个雷万怎么样？那个人为人很谨慎，动不动就玩消失。好不容易才把当年的肇事司机赵德柱，还有幕后的张有信、吴义景找出来，却偏偏漏下了雷万。活得那么小心，肯定是知道什么。再谨慎的人，都会有破绽和软肋的。刚刚我看这个资料里显示，他是一个旅行爱好者，想办法把他的行程表搞过来，看看同行的还有谁。好的。他很危险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你交给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查江源的底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证明江源跟这些案子有交集。会不会是我们搞错了方向？我真希望是我错了。谢谢你陪我来看朱飞。这应该也是哥哥想看到的。哥，我们来看你了。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当年害你的那些人已经全部落网，胡方全也被判了死刑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仇我终于帮你报了。我知道，你最放心不下的肯定是祝锦。你放心好了，以后
我一定会保护好他，不再让他受伤了。哥，我以后会好好活下去，不会再做什么傻事了。是我对不起你和朱飞。别说对不起了，其实我挺感激你的，能够帮哥哥完成他的梦想，而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过。颜略，以前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不会再恨你了。你也不要让自己一直活在自责当中。那我们以后就做朋友。好，就做朋友。胡方全被判死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，他们心可真够狠的，竟然能把人活埋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明明知道高利贷是个吃人的无底洞，怎么还就有人往里跳呢？可能是被逼无奈，也有可能是抱有侥幸的心理。哎呀，其实我也弄不明白。尹处，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呀？胡方全虽然被判了死刑，但是他还有上诉的权利。他的上诉还有用吗？这个不好说。故意杀人案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被害人已经死亡，但由于我们找到的尸骨高度腐烂，无法做 DNA 检测。人脸重建技术毕竟不是常规的证据采信方式，再加上被害人死因不明，万一被告人翻供的话，还好最后时刻胡方全的2个小弟反水了，要不然恐怕法院都没有办法认定。是啊，现在那3个人已经被判了死刑，但那2个说实话的小弟现在肯定很后悔，所以2审可能会翻供。那这样下去，发回重审的可能性就很高啊。所以我们要想清楚，一旦胡方全上诉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那严律那边，暂时先不要告诉他。明白。你在干嘛？没干什么，你在看这本书啊？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是法学入门的书。你不觉得枯燥吗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把它当成催眠书看的。是有一点，不过我想多了解你的世界嘛。每次看到你跟尹处有那么多共同话题，我很羡慕。你知道的，插不上话的感觉特别难受。你不需要为我改变，你就是你自己啊。我愿意为你改变，我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偶像剧的套路啊？我可没有，我真的很爱看书的。我给你看，我下了很多电子书的。我是一个爱读书的摇滚男孩。谢谢。你再说谢谢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我尽量不说了。这就对了。我订了一家米其林餐厅，能看到整个新州市的夜景。走吧。你不是想了解我的世界吗？嗯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啊。你这个样子看你的人不是更多吗？你不想跟我来这儿，你可以不用过来啊。我可没有，你看，我新买的鞋。哎，跟我一样哎。我故意的，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在跟于凯英谈恋爱。我还没有答应你啊。反正迟早都会答应的。
哎，二位请慢用。还不错，味道没怎么变。看把你开心的。你知道吗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们寝室的女生每个周末都会来这儿吃，那可是攒了1个礼拜的钱呀。所以我们觉得这家店的味道特别好，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。味道的确不错，但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回忆分。对呀，对我来说，这儿是我的青春啊。看来你很喜欢回忆了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有吗？这点跟我一样。所以我们两个终于有一个共同点。这也值得你开心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是什么时候让我心动的？我不想知道。你必须知道。好吧，什么时候？不告诉你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会吊人胃口啦？你不想说你就不要问啊。听，你以后要经常用这种撒娇的态度跟我讲话，知道吗？我撒娇了吗？那好吧，那你说吧。不说算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当所有人都让我向前看的时候，只有你让我停下来，回头看看。人都是带着回忆前行的，如何跟回忆相处很重要。它决定了你如何前行。哇，又在散发魅力。又说了一句金句，我写下来。那我以后不说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和尹检察官来这儿？没有，他有女朋友的，他怎么会跟我们来这里呀？再说了，他也不会带他女朋友来这里，他是完美主义者。你好像对他特别感兴趣啊？知己知彼嘛，他是我追求你这条路上最大的对手，我当然要对他感兴趣。哪跟哪呀？还追求？这强大哪里强大？我很喜欢你这么说，但是尹检察官的确很有魅力，而且很帅，但我不怕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比他有勇气，就这一点，我赢定了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帅吗？无时无刻。对。那你先回去吧。那我看你上去，我再走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喂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到底怎么着啊？法国那边已经催了3次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去拍那个电影啊？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出国拍了3个月戏，戏没拍得怎么样，国内的阵地差点失手。不去。不是，那上次不是特殊情况吗？这次人家都已经准备好翻译了，绝对不可能出现上次那种情况了。那也不去啊，我舍不得。那万一人家1个月以后没答应你，你这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好了，我不说了。我不想给自己留后路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尹处最近心情好像不太好？没有啊，何以见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跟他打招呼，他连反应都没有。
可能他在想案子，根本没空搭理你。嗯，没错，尹处工作起来那可是六亲不认的。尹处工作投入我知道，他最近啊脾气特别大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啊，他就差点发脾气，我都怕他把杯子扔出去。你们这么说，我也觉得尹处最近啊确实挺难相处的，而且疯狂的加班。是啊，有点怪怪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因为余处跟叶泽呀？有这个可能。余处跟叶泽怎么了？哎，你能不能偶尔也关心一下你的领导？哎，你就保持这样，挺好的。不要老是听他们八卦。哎，朴小黎，注意你的措辞啊！我这叫关心，不叫八卦。身为尹处的助理，你连他心情不好都不知道啊？说轻了，你这叫心大；说重了，你这是失职。我是尹处的工作助理，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。可是尹处这样没日没夜的加班，身体累不了怎么办啊？就是，尹处平时对你多好啊，你也该汇报汇报了。不是，我没说不关心尹处啊，我就说了你们一句，你们。我呀，就是想让大家发现问题，咱们及时做出调整嘛。直接问尹处不就得了？咱们在这儿猜。谁问？你敢问？我不敢。不过据我观察呀，自从咱们余处跟叶泽走了近之后，这尹处的情绪吧，就一直不太稳定。尹处是在用工作麻痹自己。你说尹处他到底怎么想的呢？既然这么在乎，那为什么不勇敢一点？勇敢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有道理。没那么复杂吧？这要是我就让对方明白我的心意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么洒脱，还是我认识潘小黎吗？我这是从尹处身上吸取教训，不要到时候失去了追悔莫及。潘小黎，我们是在说尹处呢，怎么还扯到你自己的人生感悟上了？哎，吃饭。我们周末见面吧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不行啊，我这周还有工作要做呢。没关系，你把工作地址告诉我，我去找你，我可以等你，就这么定了，不见不散。哎，来，尹处，什么呀？我看您也没去食堂，我就给您打了些饭来。好，放这儿，我一会儿吃。尹处啊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好，打住啊，放这儿就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尹处，您最近是怎么了？这个恕我直言啊，脾气有点大。恕我直言啊，我很忙。啊，我知道您很忙，但是您也一直冷着脸，大家看到您啊都胆战心惊的。您知道大家都说您像谁吗？谁啊？现代版的狄仁杰，还自带冷气效果那种。潘小黎啊，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，你可以跟领导提出调换部门。啊，不是，尹处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我不调，我就是，哎。我有个事儿想请教您，说。我一直喜欢一个女孩，我们在网上认识的。网上认识的，不靠谱吧？哎，我这个靠谱，就是我知道她是谁，她不知道我是谁。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这么玩了？我没玩啊，我是很认真的。行，你认真就继续吧。我打算啊，对他表白，坦白。哎，师傅，你对这个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呀，
我还需要别人给我建议呢。哎，那我给您建议吧。你说。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勇气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对他坦白。勇气就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啊，我觉得是真诚，拿出你的真诚来，用热切的眼神和真挚的语言打动他，让他知道你在乎他，让他明白你的心意。还有第三步？第三步就不归我们管了。你不是挺明白的吗？还要我给你建议吗？还是你以为我听不出来？潘小丽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啊，不许揣测我的心思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，赶紧回去吧。好。那个饭记得回去吧。最近几家分店啊都在开业，我这都没时间过来。不过我一听吴总跟朋友过来了，那我必须招呼着，送您一瓶好酒。哟，那就谢谢兰姐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行，你们聊着吧。好，你慢走啊。微微，这酒不错啊，一会儿咱们把它开了，好好喝两杯。你不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？当然没关系了。既然没关系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微微，这事儿确实跟我有一点点关系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的手绝对干净。干净？是你做空的戴蒙珠宝，是你让胡方全放的贷，是你明明知道魏清明还不上，还让胡方全贷给他。是你告诉的胡方全，魏清明这个人他随意处置，随意处置，你怎么不干脆说做了他呀？这就是所谓的干净。你是怎么查到的？我林薇薇能有今天，不只是靠你跟王总那点施舍的。你有几条线，线上有几个人，每个人都在干什么，只要我想知道，我随时都能查清楚。以我对胡方全的了解，他一定会申请上诉的，所以要想办法让他闭嘴。胡方全一审判了死刑，人为了活命什么干不出来啊？你怎么让他闭嘴？当然是要先保住他的命。我没有律师执照，我接不了这个案子。不是还有任天宇吗？任天宇，舅舅，任天宇这么聪明，你让他接这个案子，他顺藤摸瓜，马上就能查到你，继而查到王总。你确定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吗？你还不相信他？我不知道，我总觉得他有事瞒着我。无论如何，他跟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。那这简单呀，你把他彻底拉到你的船上，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您这是在为我谋划呀，还是为您谋划呀？你看你这丫头，我当然是在为你谋划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他对你言听计从，你对他不是也挺有好感的吗？如果你们俩能在一起，岂不是很完美的组合？我的事情我自己操心，你有这闲心，还不如给自己擦擦屁股，想想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办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胡方全从事高利放贷活动，
先后杀害5名无法偿还高额利息的被害人，其行为均触犯我国刑法第232条、第25条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本院判决如下：被告人胡方全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死刑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混出个人样，想让我死，没这么容易。这么多年，我在干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，没了。该死的不止我自己，要死一起死。我要上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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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上诉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次也是因为这个魏清明，就差点让你折进去。这个魏清明，简直就是我的克星。行了行了，不要怨别人，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做人要心胸开阔，总是斤斤计较，终究做不了大事的。是，您教训的对。嘴里总说是是是，心里不那么想吧？哎呀，王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过这次胡方全被捕，也是太意外了。意外？胡方全一直很聪明啊，他这些年多猖狂啊，早晚得出事。离他越近，就越危险。是，王总，这次我真的命悬一线了，您得帮帮我，怎么才能让他不上诉？去找薇薇吧，让薇薇帮你想想办法。对呀，薇薇肯定有办法，她肯定有办法。不是还有任天宇吗？除了任天宇，我到底还能信任谁呢？林总，坐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得王总跟九台都想要的那块地吗？然后呢？下周就竞标了。既然王总想要，我们就必须得到。所以我们想让你把九台的标的提前透露给我们。我刚到那边就泄露这样的商业机密，容易自曝身份呀。这样，你转告王总，标底的事儿我来搞定，我看看有什么其他办法吗？还有事吗？没了，去吧。小王，哎，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，林总？去找一个长得像他的人。林总，这不是前段时间陈尸案死的那其中一个吗？别管那么多，去办吧。好的。你的意思是林薇薇出了问题？还不确定，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，他有话要对我说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说你发现了什么？
我通过雷万查到了江氏集团的前世，是一家以江源岳父名义注册的小公司。江源本人的名字根本没有在工商注册过，所以我们死活都查不到。我老婆的娘家也是帮了大忙的，还真是很大的忙呢。什么？没事，继续跟。好的。哎呦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！马可到哪儿了？马上要拍他了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偏偏今天去度假？这是我们新一季的预定会硬照，这些合同都写好了呀。那你们这样就算违约了，气死我了！这什么人呀？这种人也能火？赶紧再联系一个男模特。没时间了呀，摄影师下午3点就走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总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过来拍吧？哎，也不是不行啊。潘小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那你什么你？你暗恋我？跟踪我？不是，不暗恋我？那你讨厌我？不是那个，我觉得他就很适合。他？这行吗？我行的。对呀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潘小黎，哎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行，可以，我替你答应了。不是，这什么忙啊？就拍拍照片什么的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，你就当拍写真集好了。哦，来不及了。不是，哎，什么是写真集？Thank you。看我镜头啊！好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对。看我这儿，对。吃什么呀？哎呀，随便吃点吧，去看看。行。哎，我这儿有一家店特别好吃。是吗？今天可以去瞧瞧。哎，要走你还不走啊？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拜拜。姚真，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在等一个人。是那天那个咖啡馆那个人吗？嗯。我就知道他没去。他今天应该也不会来吧？不会的，上次他就没有来，这次肯定不会不来了。你那么相信他？当然了。那你们见过吗？没有。那你不担心他是一个又老又丑的中年油腻大叔？如果他一无所有，不仅是个穷光蛋，而且还是个无业游民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他也不是因为这些外在条件，
主要是他跟我聊得来，很默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懂我。不错，你这个喜欢还挺深刻的，一点都不肤浅。我支持你。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等他了。为什么？我就要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乌鸦嘴啊！上次就是因为你乌鸦嘴，所以他没来成。我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上次是白玫瑰，这次是红玫瑰，没错吧？是你。是我，我就是 Star。不是你刚才自己说的，不管我是什么样，你都会喜欢我吗？你骗子！你把我当傻子一样笑话我。不是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。你等等，你等等啊！姚真，你说的没错。那天见面之后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我没有想骗你的，只是那时候我不敢告诉你，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非常的抱歉，是我没有遵守好约定，是我没有勇气把那支白玫瑰拿出来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我每天都在欠你一支白玫瑰。今天是100天，这是100支白玫瑰，弥补我之前对你的愧疚。姚真，我喜欢你。在律所吗？外面下雨了，要不要送你回家？